好雀剑，我能见到消失的传国剑法列国吗？怕是不会了。练国剑法他练得不好，我自己倒有一套剑法叫天下第二，是我当年自创的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我自称第二，谁人敢称第一呢？不过这一套剑法他也学不会。 一怒之下回去自己创套天下第三。没错，天下第三。所谓天下剑法，学堂李先生之后便是我，所以剑名天下第三。你叫天下第三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 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。 我来了！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！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嗯。 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。
天上来！你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，施剑绝者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凭一己之力创下白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。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了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堂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堂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堂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堂看看。
小乳方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鸡长生。什么鸡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狗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鸡虎蟹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，身份特殊。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，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，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此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嗯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，那希望这一回，师傅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百里东君，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。背我啊！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姬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啊！哎呦！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，师傅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。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
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？啊！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！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男爵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借叶为剑，就是从未拔剑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。如果我对你出手，你保证不需要拔出你的旋风剑吗？若是拔剑，那你这一路辛辛苦苦蓄养的剑气，可就泄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活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白活。北离这些年仗着有个李先生，始终压男爵一头。男爵武道的气数本就不如北离，若是你执意要与燕灵峡一战，无论谁胜，都躲不过两败俱伤啊！男爵武道威仪，所以你再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拿男爵来压我，男爵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若动手，我就拔剑。我若是拔剑，你一定会死。怎么？怕了？不要以为一把年纪就有资格站在高处跟我讲道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早就该活不过今日了。你这是要一意孤行了？就为了这个第一高手的名头？
今日过后，天选老人就只是一个老人了。仙人早。哎，早。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野武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。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，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万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
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侄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姬若风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功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。你师父那样的人，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两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啊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说，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。南宫春水，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。没错。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
雪月封国啊！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又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父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啊，羞死个人！哎呦，天哪！是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父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。但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？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。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。多少钱啊？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蠢笨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聚沙成塔，水滴石穿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？哎，对了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一定是一辈子寂寂无名吧？寂寂无名。我的那位朋友正是在这本最普通的剑法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一套绝世的剑法。剑法名列国。列国？列国不是小师兄的家传剑法吗？正是。我的那位朋友，就是当年手握天下第一剑天斩，号令千军万马攻占旧都，并创立了万世伟业的北离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信不信由你喽。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你的西楚剑歌固然高妙，但在江湖上不缺高妙的剑法，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，很多时候难以施展。你缺的是如何把这袖剑19式练成西楚剑歌。剑在你手中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也可以舞出最绝妙的风姿。
不错，不错。袖剑19式，好好练吧。真是这样。尹世直，尹世直，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有些累了。累了。春水兄，我们去前面的小溪边歇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希望同您见一面。百里师叔，春水兄，我先去采些野果。不如我去吧，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百里师叔，你武功比我高，留下来照顾春水兄更妥当一些。那就有劳你了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创一套剑法吧，也比这破剑法强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剑法，曾经可是有人把它练出了剑仙的风范。那人练了19年才名扬天下，我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那会儿我都快40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就这么急着名扬天下？那是，我跟人家可是有约定的。他说等我名扬天下的时候便会来寻我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哼，女人啊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我只与她见过2次，互相喜欢还谈不上，但我坚信，当我名扬天下，与她重逢的那一天，将会是我们故事真正的开始。那若你发现他不是个好人呢？先生，此话何意啊？我是说，那若是你喜欢的姑娘与你的相识不过是一场筹划，你看到的一见钟情不过是他心里的刻意安排呢？先生说笑了，他能安排与我的相逢，却怎能预知我的心意呢？
这天下间能决定我对他一见钟情的，只有我自己。那若他与你立场相悖，不是世人眼中的良人呢？我与他相恋，不是与世俗相恋，更不是与立场相恋。答得好。但若他是个滥杀无辜、十恶不赦的魔头呢？前2句先生可以假设，最后1句断然不可能，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姑娘，她定不会如先生所说的这般。哦，你就这么笃定？因为她目光澄澈，眉目如画。书上说相由心生，所以她一定不会的。袖剑19式，一共19式，刚好练完。李长生啊，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。妹妹，姐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出来看姐姐。姐姐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就是让你放弃复国的百里东君吗？妹妹，我没有放弃复国，更不会因为百里东君他而放弃复国。我懂，姐姐是为了不再引起战乱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妹妹，我真的已经知道了。姐姐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我听说你是同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出来的，我还想一睹他的风姿呢，怎么不见他人呢？先生，他暂时有点事情，便和我们分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阿姐，你是不是不方便出来太久啊？快回去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嗯。阿姐，我走啦。嗯。妹妹，终究是我欠大家一个交代。等我这边事了，我便回天外天请罪。小姐之前说的另一条路，可有答案了？我隐隐摸到了他的边界。那便好。无论今后能否与小姐同路，齐宣都祝小姐可以达成所愿。还有，不管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齐宣都不会伤害小姐半分。二小姐此行，难道只为了看小姐一眼吗？自然不是。月瑶带不回百里东君没关系，我月清一定会带回叶鼎之。片轻轻微风，绕心游弋。听波半湖泛涟漪，人教春泥。只听枝桠攘攘唏嘘，
风下喃喃细语，月下描摹花